罗贝尔特要去找整个美国军方复仇，这个生意黑胶是万万不敢接的。然而加西亚要委托的却并非黑胶，而是洛克本人。即便如此，达奇还是一口拒绝。洛克是黑胶的人，他们不会拿员工的命去冒险。罗贝尔特毫无疑问已经疯了，但正是因为这样，加西亚才更要找到他。罗贝尔特是他的亲人，能保护他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他了。他也知道这是强人所难，于是只好打起精神来自己行动。洛克觉得加西亚真的变了，就像个大人一样。毕竟父亲和罗贝尔特都不在身边，他也只能学着坚强。却没想到这时张大哥开口了，如果洛克真的不管这件事的话，那就交给他好了。加西亚就回委内瑞拉去，剩下的他会解决。毕竟罗贝尔特迟早会去找美国人的麻烦，这对这座城市和他来说都不是好消息。达奇表示这种事他们可不关心，城里的治安是三合会的工作。张大哥说得了吧，精通这座城市的规则，又能以生意为名出入各种场所，而且还拥有不令问题变得复杂的中立立场。黑胶商会明明再适合不过做这种事。张大哥劝洛克出手帮加西亚，他只需要带着加西亚在罗贝尔特和军队碰面前追上他，圆满解决这件事就行。如果洛克还是不肯帮忙，加西亚就要离开这里。洛克表示自己需要一点时间思考。张大哥临走前拍着他的肩膀，只要这样下去，加西亚20岁之前就会满头白发的，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张大哥说这句话的时候，洛克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停车场，被人用枪抵着脑袋。达奇不反对洛克接下这个委托，他只有一个要求，如果在找到罗贝尔特的时候，他已经和美国的军队碰面了，洛克就一定要收手。罗阿纳普拉被众多势力所瓜分，香港三合会、莫斯科旅馆、意大利黑手党、哥伦比亚黑帮以及其他组织，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将其作为军港，战后变成了巨大的毒品集散地，直到现在也作为地狱存在着。要在这种方式帮助加西亚，洛克只能不断的思考。他在房里摆出东南亚的地图，试图凑出整件事情的拼图。南美黑手党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福斯曾说过本国会派军队过来，美军也会对罗贝尔特展开追击。罗贝尔特、美军、哥伦比亚革命军这三方的相似之处都是货真价实的军人。洛克给达奇打去电话，达奇之前说过巴拉莱卡欠他人情，具体指的是什么？和达奇聊到了深夜，洛克的拼图又完成了一块，但他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座城市还有其他的势力在活动。莱维跑去找艾达打牌，然后输得一塌糊涂。艾达问他怎么不见洛克，于是莱维郁闷地聊起罗贝尔特的事情。听到美军的时候，艾达发牌的手一顿，洛克熬了整整1个通宵，烟灰缸里全是烟头，满墙都是各种凌乱的字迹。酒店里加西亚忐忑等待洛克的回复，但直到天亮都没什么消息。法拉正准备出门转一圈，洛克和贝尼就到了。第一站就是成了一片废墟的酒吧，因为2楼的场馆也被炸毁，于是倒霉老板大咧咧地带着一群妹子在外面开业。罪魁祸首法拉被加西亚教育了一顿。罗贝尔特来到城里的第一站就是这里，老板本来打算什么都不说的，但看到洛克神情还是一软，只让洛克别说是他说出去的。昨晚罗贝尔特来到他店里，一上来就要出售战争用品的店的消息。在他做中介到处打电话联系的时候，罗贝尔特就一直在这儿嗑抗抑郁药，那架势就像吃爆米花一样。从老板那里得到了3家店的情报。临走前，老板问洛克这里怎么没和莱威在一起，是吵架了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俩人是一对啊。虽然得到了情报，但接下来的交涉却并不顺利，从早忙碌到晚，3家店却全都请他们吃了闭门羹。法拉生气地质问洛克怎么回事，被你吐槽这不是必然的结果吗？罗贝尔特在这可是名人，看到同样是女仆的法拉和一看就是上流贵族的加西亚愿意帮忙就怪了。法拉还想着自己一个人去寻找线索，被加西亚无情地拒绝了。洛克好奇法拉到这种地方居然不觉得害怕。法拉出生于加拉斯加的贫民窟，到了晚上那一带就像银河一样闪亮，因为大家都从电力公司偷电用。法拉在小时候见过了太多的恶棍和人渣，早就已经习惯了。洛克好奇法拉的枪法和脚法是从哪儿学的，结果就被法拉踹了一脚。原来加西亚并不知道法拉会脚法的事，法拉的脚法是巴西战舞，小时候到道场偷学的。他的出生地不是好地方，护身术是必要的，他又不想随便开枪杀人，所以才会选择这种格斗技。加西亚丝毫没有怪罪法拉的意思，反而觉得他很厉害。贝尼难得插了一句嘴，虽然他认同法拉的想法，但是在这种地方需要的时候还是毫不犹豫扣下扳机就好，而且最大限度的瞄准弱点。加西亚认为这是魔鬼的诱惑，罗贝尔特无法拒绝，但他不希望法拉也变成这样。贝尼没再说什么，把他们送回张大哥的总统套房，他们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他实在做不到，不过他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了。只有刚强的灵魂才能跨越他人的死亡，所以他不会深入这件事。但洛克承受得了吗？艾达是 CAI 特工这件事，暴力修女虽然早就知道，美国国内 NSA 和 CAI 的地位之争从未停止。这次针对委内瑞拉爆炸案 ，NSA 并未共通给 CIA。CIA 的主要任务是趁着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情报战的机会，在秘密中作战，扩大自己的权力。NSA 如今的行动无疑是在扯他们的后腿。如今最重要的
的就是收集情报。暴力修女对他的行动没有异议，反正艾达在他这里潜伏 ，CAI 是付过钱的。送完加西亚回去的路上，洛克和贝尼正好遇到黑手党的车，看来城里的大佬们也开始行动了，和昨晚洛克预期的一点不差。大佬们要开联络会商讨对罗贝尔特的处置，但他断定结果今晚还定不了。当联络会开始，张大哥会开始说明女仆和女仆目标相关的问题，但不理解事情严重性的人们则会扰乱会议的进程，具体表现为将这件事当成玩闹的意大利黑手党。这时张大哥会说明罗贝尔特目标的真面目，那就是现役的军人，而这将会引起巴拉莱卡的警惕，因为他的部下是前苏联为了准备第3次世界大战中和美军交战所训练的士兵，而哥伦比亚黑帮则是完全不同的反应。为了和革命军的关系融洽，他们主动提出去对付罗贝尔特，但是巴拉莱卡知道他们的敌人不是女仆，而是女仆的敌人。那群美国佬明显的进行毒品歼灭战，这座海港成为罪恶之都已经35年之久，至今没有登上纽约的晚报，没有成为富人茶余饭后的话题，是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想法是一致的。如果容忍在日光下生活的人介入，那将没有任何人能站在这里。但就算带着这种危机感，他们也没办法马上找到罗贝尔特的所在。这个问题同样深深困扰着洛克。一处地下室里，罗贝尔特正跪在地上虔诚的祈祷，一个头上流血的男人在床上喋喋不休，让他不要再过量服药了。难道他真的不打算再回到加西亚身边了吗？他所做的事情真的是复仇吗？不管再怎么赎罪，都无法弥补他过去犯下的罪孽。他只是想着自我毁灭。罗贝尔特不停地往嘴里灌药，掏出枪大喊着闭嘴。帮他送衣服的男人吓了一跳，问他刚才在和谁说话。房间里除了他自己就没有别人了。洛克找到莱威，想要他的帮忙。莱威就知道洛克打算做上次在日本救雪绪一样的事，在巴拉莱卡的威胁下，仍旧坚持自己的主张，但这都是他个人的危险兴趣。他没有想过跟他面对那种场面的莱威立场又该怎么办呢？莱威问洛克到底是怎么想的，要跟他闯着进入战场，可是需要相应的仪式的。洛克要他以什么样的名义陪他去做傻事？他已经不想再随波逐流了。洛克说，在日本的时候，莱威曾把自己叫做枪，那洛克就是子弹。没有枪的子弹不过是一堆铅块。如果他没有来这座城市，他只会作为普通的铅块做一辈子。然而他到了这里，炸药等着爆发的时机，能给予点火的就只有莱威。莱威又何尝不了解洛克？洛克的子弹是连怪物都能消灭的无敌银弹，但一旦错过使用时机，结局只能被怪物吃掉。莱威打发洛克下楼买水之后，穿好衣服丢给洛克一枚子弹，他到底还是被洛克给说动了。趁着加西亚睡觉，法拉偷偷跑去泳池游泳，然后被莱威逮了个正着。今天仍旧是去酒吧老板提供的3家店里询问，莱威出面果然不一样，武器店立马开门迎客。果然罗贝尔特来过这里，不过不是来买枪的，而是来修理一把18世纪西班牙制的碎发货枪，正是加西亚墙上挂着的那一把。枪修理好之后，就剩下弹杆和黑火药，所以之后又去找了爆破专家登席。不过来这里并不是罗贝尔特，而是情报屋的李罗伊。与此同时，教堂的忏悔室，张大哥收到了 CAI 特工的联络，当然另一头人是艾达。入侵当地是 SNA 指挥下的特种部队灰狐，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抓捕金三角最大军阀休扬将军，并将其送到最高审判所。三合会的海洛因工厂的主要原料都来自于将军的罂粟田。本月下旬，特种部队18人将在欢乐街打扮成游客，潜伏在镇上的旅馆等待进攻命令。艾达将人员的具体藏匿地点告诉了张大哥，并要求知道他们的对策。张大哥看不上 CAI 的混蛋，觉得他们不过是政府的跟屁虫，别以为只要随便点个头就可以随便使唤他们。另一旁的艾达笑了，他们可不是跟屁虫，而是拥有无数个头的巨大双头蛇，他们拥有让一个国家灭亡的能力，他们才是世界上唯一且最强的存在。